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武汉。我们前段时间就看了很多地主大院，有100多年的、200多年的，甚至300年的。那今天来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古村落，其实也相当于是一个地主村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在明清的时候出了很多名人，有当官的，还有大地主，特别是有这样一个说法，5代人出了4个尚书，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一个部长级别的。那这里呢，还保留了明清时候的很多建筑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前段时间看的100多年的地主房屋在这里呢可能都不起眼，因为这里呢大概有300年的到600年的地主房屋都有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，走到这些传统的古村落，经常能够遇到很好玩的东西。你像这里呢，就是一口水井，我们经常看影视剧也知道，打水呢它是这样的，这里可能捆个绳，然后这样。把桶放进去掉下去，然后反方向就把它吊上来，是这样的。其实水井有很多种方式，一种是这样的旋转式的，还有一种是手压型的，就是压水就上来了。因为以前没有自来水嘛，都是靠那个水井打水的。你想靠在河流边还好一点，如果是在山区，基本上是靠地下水的。这个大峪湾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。它呢有很多历史因为它是在明朝初年的时候从江西迁移到这个地方。江西大家知道有个婺源非常有名嘛，他们没错，就是从那个地方迁过来的。那么同时，这个大峪湾也是书香门第的一个村落，因为我们一般讲究书香门第之家嘛，它这里是书香门第之村，就整个村落都是相当于文化人。祖上呢有1门3太守的说法，就是说一家人有3个太守，5代4尚书，就是5代人有4个尚书，就相当于4个部长，1门4博士，就一家有4个博士。按照大峪湾村的族谱记载，整个村里面读书，就是从搬到这里到现在，总共大概是700年左右的时间。有举人、秀才以上的超过100个人，所以呢，可以称作满门耕读，满村书香，就是刚才的书香门第之村嘛。还有呢，它这个村落不光读书人多，手艺人也多，就村内呢有各种的工匠，相当于雕匠、画匠、石匠、木匠、窑匠，都是非常的远近闻名。在这样的古村落里面，有一点呢，就是平时大家洗衣服还有洗东西不是在家门口，一般是在这样的河流。尽管说现在这个河流比较脏但是当初呢，就是人从这样走下去，相当于是建了一个台阶一样的，去至下面河流里面洗衣服、洗菜。当然这个大家在影视剧中也看得到，很多乡村在河流旁边那个衣服是这样捶打，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因为现在水比较脏嘛，我们就不尝试了。但是这里呢，刚好展示了这种方式。我们后面这个就是大峪湾古村落的戏台，它算是一个文化之乡，所以呢，在以前有表演的。因为古时候没有其他娱乐的项目嘛，一般唱戏比较多。还有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剪影，可能都会在这里展示。那么这个戏台呢，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简单，但是在当年这个地方呢，相当于是一个文化广场。到了那个表演的时候是非常热闹的。那么作为这样的大地主的地方，大的古村落，大家都知道，有人要娶亲，然后有人要嫁人，那么这些地方必不可少的有一个绣楼。现在我们去看看，经常大家看电影、电视当中抛绣球。就是说有一个人要嫁人的话，他就是说有那个抛绣球或者比武招亲等等。那这个地方呢，相当于就是一个绣楼，可能就是说，他如果要嫁人的话，召集全村的那个男子就是快要到了结婚年龄的，那个千金大小姐呢，可能就从这里抛下来。现在我们去这个绣楼上面走一走。那么如果下面全村的那个适龄男子来到之后，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打个比方说，我这个是绣球这样抛下去，那谁抢到了，谁接到了，那就嫁给谁。大家猜想是不是这样的？挺好玩的。
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它这个传统古村落的中间来了。可以看到呢，我旁边这些都是比较老的建筑。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呐，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石头的，就是条形石组成的房子，怎么会有500-600年呢？其实它是这样的，整个这个村落是从明朝一直到现在，那相当于各个时期的房屋都有。大家都知道，木头的房子保存比较难，像这些石头的保存就比较容易。所以呢，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呢，基本上都是清末。那么整体这些建筑应该算是徽派的建筑，为什么？它是从江西迁过来的。关于徽派建筑跟赣派建筑啊，还有个说法。因为很多人说赣派建筑在徽派建筑之前，两者的区分啊不太好区分。但是这里呢，一般是被说成是徽派建筑。你看这里写了古民居建筑群，那这里呢，相当于就是一家人的大门，从这里进去。我们再来看看它这些古老的门是什么样子的。其实我们已经看了很多，这个相当于是铺手。如果说你要敲门，就这样敲的，然后这个门呐，基本上厚度的话有10公分，所以说那个时候都是传统的这样的。而且呢，它这个门呢，相当于一个拱形，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门完全是不一样的。而且还有一点呢，有一些民居里面还有几百年的太师椅，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。我问一下，您是一直在这里生活吗？是当地人吗？我是79年嫁到这来的。啊，79年嫁到这里来了。那你家的房子也是这样老房子吧？我是正宗的老房子。啊啊，来这位奶奶家里面看一下。他说生在我的园里走啊4个小时。啊，看看啊，这个别有洞天呢。那是我们的老灶的。啊，这是以前的灶台。79年结婚，82年分家。就是你79年来这里就是用这个。用你的。哦，那可以，那也用了几十年了。你走，你没事，你走。走呀。那你走。好。都是人。哇，这后面还有菜园子啊。菜园子，原来种的南瓜。哦，那你看家里后面就是菜园子，挺好的。这个吃起来好啊，自己种的，自己弄得好。这是游客来买。啊，游客来买。买的多的。哦，因为这个是自己家里种的嘛，好，很好。那后面有些是不是倒了？那是原来是老房子，日本人黄火烧啊，这人做的假墙把你们看。你这个房子有几层啊？300多年。308代。你这个是有300多年？清朝。这个石头啊大呀，这个都是原版的。来到这个古村落，遇到一位当地的村民，他是从其他地方嫁过来的，已经有40多年。他非常热情，一直向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村落的一些情况，特别是他家里居住的房子是从清朝到现在已经300多年了，历史还是非常悠久的，并且他也向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些古老的房子啊，门楣上面有些特别的东西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，因为是一些壁画，一开始我还没认出来，他向我们解释了才知道。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筑呢，属于清朝的，它这些保留下来的大部分清朝的，明朝的还是少数。我们现在看看上面这个画呀，这个人应该非常熟悉，李白喝酒，对酒当歌一样的。但这个也是原版的。好，在这个屋檐下面全部是有那种我们说的壁画。你像眼前这个应该是小孩子放牛赶牛。那这幅壁画呢，就是福禄寿，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。旁边还有个渔翁，在这里钓鱼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像？那这个就很好玩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村落有很多知识人，然后有很多举人，很多秀才。那么这幅展示的就是进京赶考，他们去考试啊。这里呢，相当于是送元宝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？那这个屋檐下面呢，就是花木兰，花木兰从军，花木兰打仗。我们一直说这个地方是书香门第之村，那基本上每家每户呢都是知识人，都是以前有学文化的。那么在这个它门这里啊，设计的特别巧妙。我们头顶呢这两边呢都是书啊，就是一本书打开一样的。这是刚才那位奶奶向我们介绍的，这是一本书，然后这是一本书。就是体现了它这个地方每家每户都重视读书。
那当时他们这里都是姓于的，那可能都是在一个四书里面读书，因为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学校嘛。那么打个比方说，请了一个老师启蒙读那些四书五经，然后呢，很多人呢在一个教室。那这里呢，每家每户都设计成这样子的，基本上它的设计风格、建筑风格都是统一化的，不像我们现在建的房子，每家每户有独立的特点，它这里基本是没有。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整个村落的核心嘛，有好多栋这些几百年的房子，像我们现在旁边的这些，基本都是清朝的，从那个100多年的到300多年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房子呢，全部前方是没有窗户的，为什么？它可能早期有窗户，然后后面经过修缮，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啊，日本鬼子来过这里。然后把旁边一些也烧毁了，那这些当时他们呢，就是为了躲避他们，所以把那个窗户全部封死了。看一下眼前这幅画卷非常美好啊，上面一个小的平台，靠着阶梯走上去，然后那里一户那个古老的房子。你像这边呢，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窗户。当然，它这个房子尽管说传承了几百年，但是呢，也是经过修缮的，所以可以看到这些窗户呢，就是我们现代的。但是也不是最新的，大概是90年代左右的。像这些地方很有乡土气息啊，因为在清末的时候，它这个地方算是积累了很多财富。其实他们从最早迁移到这里的话，没有多少财产，但是也是经过好多代人，然后变成大地主。财产累积起来了，那特别是当时在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士绅，还有一个地主相互的，大家都懂得啦，所以他财产累积的更快。你像这些房子呢，为什么能够保存300多年还这么完好？就是因为是石头，一上一下，有点跟我们说住酒店、住宾馆一样的，一边上来一边下来，然后给大家见证一个历史啊。这个东西，大家猜一猜有多少年？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啊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属于清朝嘉庆时期的，就是乾隆的儿子啊，到现在可能大概是有快200年了。眼前我们这栋建筑呢，有意思啊，它是属于清朝道光时期的，离现在大概是快200年了。它是当时整个大鱼湾古村落的经典之作啊，就是说的名流。现在去看看，从外表能看得出来，这个不简单了，比我们刚才看的其他那些古宅，是不是更大气、更完美一点？现在是一个博物馆，所以我们去里面可以看看大鱼古村的一些历史。整个大鱼湾古村呢，它有大概是20个巷子，就是每家每户啊。出了门就是巷子，所以呢有这样的说法：家家皆相通，户户隔门房，欢快石板路，滴水线石墙。它这里呢是家家相通，因为基本上是沿着这个巷子石板路建设的，所以说它遵循了一个我们说的五行八卦的原理一样的。这里就是大鱼湾古村的一些博物馆，介绍一下他们的历史。主要呢，这里有2把椅子。我们说它这里历史文化相当久远，有一些那个老宅里面还有椅子啊，在当时可能称为太师椅。那这个也有点年限了，上面有雕刻，有鹿，还有一些我们说的那个狮子，这个是一个熊。然后这个后面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非常重要啊。一直在强调这个村落是书香门第之村，那么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呢来到这里之后就非常重视教育，所以看到没有，这是一个老者在带小孩在这里学习读书写字，所以说这个村落啊不简单。我们前段时间去了湖南张古彝村，看到很多手工式的作坊。那么作为这里呢，一样也有的，因为这个村比较大嘛，有各种各样的工具。那
那么可能当时这附近呢都是一些作坊式的，有榨油的，有磨东西的。因为这以前嘛，一个古老的村落基本都是自给自足，包括前方还有一些东西啊，磨豆腐的。然后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啊？相当于我们说的把一些辣椒或者要弄碎的东西放在前面这个地方，然后人呢再一踩起来，一落下，一起来一落下，就等于是把东西砸烂一样的。现在因为这里可能是为了保护，它下面放了一个石头挡住了，但是呢，在之前这里是可以用的，很重的这个啊。它这边房子呢基本上是几栋集中在一起的。那么我们最开始也说了，你像这一块几栋呢，就证明是一户人家出来的。就打个比方说，他的长子啊，他长大了，就可能在这一块地方传承，然后第二个儿子呢，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在这个大鱼湾古村，我们说了这么多，它以前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村落。那么为什么会衰败呢？他以前那些人去哪里了？尽管说他们现在这有很多后代在这里，但是呢，他们衰落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清朝末期啊，大家知道有一个鸦片，那么他这里的很多人呢就吸食鸦片，还有呢有赌场，那自然而然这些家庭条件好的人吸食鸦片的话，就把家产田地败光了，所以这个村呢就慢慢的衰落下来了，没有当年那个豪华。啊，我们在这里还能听到一些公鸡打鸣的声音，因为很有生活气息嘛。他们这些的房子建设呢有一个讲究，基本上大门都是一样的。那这一户啊，我感觉又是大鱼湾古处相当有实力的一家。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博物馆那里是一个名流的家族，那这里也是一样的。一个将近700年的古村落，现在呢就是这个样子，比较清静。现在基本就剩下一些中老年人居住，人数不是太多。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房子的大门都是锁住的。走到这个村落，到处能感受到历史的气息。尽管现在人数不多，但是同时呢，也有很浓的生活气息。在这个村落，到处还看到这些东西，猫、鸡这些，这个是不是只有农村才有？还养了一些花花草草，这旁边还种了一些菜。等等，所以这个村落还是挺好玩的。同时，这个村落也可以称作是世外桃源，从古至今都算是世外桃源。